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这期视频我们做流心月饼。流心月饼从内到外共分3层，最内层是流心馅儿，中层是奶黄馅儿，最外层是曲奇月饼皮。我用的是这种现成的咸蛋黄，它的成分就是鸭蛋黄和盐。大家也可以用生鸭蛋自己敲蛋黄，不要买熟的咸鸭蛋来做就好了。取4个咸蛋黄，喷一点高度白酒，放烤箱150度烤8分钟左右，烤到蛋黄刚刚要流油，里面又没有硬芯儿就做好了。我们先来做最内层的流心馅儿，小锅装水，隔水融化无盐黄油，还用同一锅水，碗里加一点水，撒上吉利丁粉，搅拌到吉利丁粉完全融化就离火。刚才融化好的黄油里加上白糖、盐、吉士粉、淡奶油，搅到没有颗粒。倒入刚才融化好的吉利丁水，取一个刚才烤好的咸蛋黄，用勺子背儿挤压过筛，其余3个咸蛋黄盖膜防干，留着做奶黄馅儿。搅匀后，把流心馅过筛倒回到刚才的小奶锅里，用炉心火加热30秒到1分钟，让水分稍微蒸发掉一点，但是流心馅依然是像水一样的流动状态。这个时候的流动性就是最终刚出炉的月饼里流心馅的状态，所以保持它的高流动性是流心成功的关键。装到裱花袋里，底部封口拧上几圈，折叠放到手心里，剪一个非常小的开口，直径1毫米，挤到流心模具里面。模具的规格每个小球2.5克到7克都可以的，我的模具做出来的小球是每个2.5克，而我们需要用的是5克的流心馅，所以我会一次用到2个小球。也可以不用硅胶模具，剪12张保鲜膜，撑出5克的流心馅，转圈拧紧，冷冻1宿。流心的第3种做法就是用方便脱模的冰盒挤入流心馅，冻结实后切成合适的大小来用。把流心馅冷冻1宿，第2天我们来做月饼。先做中层的奶黄馅，低筋面粉、奶粉、吉士粉、白糖、盐，所有干性材料一起过筛。加椰浆，打一个鸡蛋，把之前烤好的3个咸蛋黄过筛，搅匀，过筛到锅里，加一块无盐黄油。我们来炒奶黄馅，先中火加热，不停搅动，当锅里出现结块的时候转小火翻炒，让多余的水分蒸发掉。因为里面有鸡蛋，所以它有一个阶段会结块，继续刮底翻炒，很快就顺滑了。炒奶黄馅的关键是要炒到比较干的质地，月饼馅含水量太大的话，烤月饼的时候这些水分蒸发就会产生过量的水蒸气，而水蒸气就容易把月饼皮撑破。另外，月饼馅太湿软的话，也会增加包月饼的难度。这个奶黄馅太香了，大家尝一尝就好了，别都吃完了。炒到奶黄馅出沙变干，可以像这样折叠的状态就做好了。奶黄馅整成长方形，长宽高比例是4:3:1。
用保鲜膜包起来，冷藏至少1个半小时。用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做最外层的月饼皮。先分一个蛋黄，我们做的是曲奇皮，它和传统广式月饼是不一样的，吃起来是像黄油曲奇一样香香酥酥的。盆里加室温软化的无盐黄油和糖粉，搅到融合。达到这种顺滑的状态，加刚才准备好的蛋黄、椰浆、淡奶油，搅一搅，加低筋面粉、即食粉，先用工具拌匀，再下手揉成团就可以了，不要揉面。同样整成和奶黄馅一样的长方形，包保鲜膜，冷藏1个小时以上。这是冷藏好的奶黄馅儿，正好分成12等份儿，每一份20克。把尖角先按平一些，再揉圆，这样馅球就不容易开裂。这是冷藏好的月饼皮，同样切成12等份，每个25克。同样按平尖角，再揉圆。最后我们拿出冷冻好的流心馅儿，它质地有点像冰淇淋，非常容易融化，所以建议大家一次拿出3个来包，其余的流心馅儿继续冷冻，包的时候再拿出来。现在我们来包月饼啦，拿一个奶黄馅儿，用食指戳一个洞，填上一个5克的流心馅儿，虎口收口，揉圆。流心馅儿要被完全包裹住，奶黄馅儿上注意不要有裂缝，这样流心馅儿就不会露出来了。再看一遍，像我2.5克的小模具做出来的流心馅儿，每次就填2个，正好也是5克。流心馅儿5克，奶黄馅儿20克，包好后的月饼馅儿正好是25克。然后我们来包月饼皮，用拇指戳开小洞，顺势转出一个有深度的小碗。如果这个时候月饼皮的小碗开裂了，说明月饼皮太冷了，室温多休息几分钟，让饼皮回温，再来包就很容易了。填入月饼馅儿，翻过来用虎口往下捋一捋，这样饼皮的薄厚均匀。我这个配方中月饼皮是25克，月饼馅儿也是25克，皮和馅儿的重量比是1比1。再翻回去，虎口收口。大家跟做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重量和比例，只有这样才能做出薄而不裂的饼皮，吃起来口感好。记住封口的位置，保持封口朝下，揉成类似圆柱形而不是圆球形，这样一会儿入模方便。50克的圆形月饼模具，先做防粘处理，模具扫薄薄一层面粉，磕掉多余散粉，月饼上也上一层薄面粉，还是封口朝下，按压保持3秒，轻轻提，一个花纹清晰不粘连的月饼就做好了，一盘正好做12个小月饼。冷冻1宿，我们来烤月饼。冷冻室里拿出来不用回温，直接喷一层薄薄的水雾，水喷多了花纹会不清晰。烤箱中上层，先烤5分钟，利用这个时间打一个蛋黄。
刷子蘸一层薄薄的蛋黄液，挤掉多余的蛋液，轻轻扫在月饼表面。刷蛋黄液主要是增加香味儿，我们的月饼皮是曲奇皮，所以不会像传统广式月饼一样上色重。出炉，你听，这就是舌尖上的家乡啊！流心月饼就是现烤现吃，不需要等待回油，放到不烫手了，切开看看。你看，这就是大家期待的流心。乔乔妈预祝大家中秋快乐，阖家欢乐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